洗头发呀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，那么对于洗完头发后是应该吹干还是自然干呢？到底哪个才好呢？那首先呀，我们说用电吹风吹干。很多人喜欢用电吹风吹干头发，但是如果电吹风温度过高，这样很容易给头发造成伤害，使头发干枯分叉，甚至脱发。而自然干的话，我们的头发呢是湿的，这时头发的血液循环也减慢，如果不赶快弄干的话，很容易着凉，引起头痛或者是感冒，而且呢总湿着头发也容易使人脱发。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？建议大家洗完头后，可以先用毛巾吸一下头发的水分，然后用电吹风调到不是很热的温度，距离头发远一点，然后再吹头发。还有呢，大家呀不要总对着一个地方吹，把头发吹到8分干的时候，再用冷风吹一遍，这样方法会更健康一些。那很多人呀，白发脱发和肾气不足有很大关系，所以平时呢要勤于锻炼，还可以多吃一些养肾食物，比如黑枸杞、蒲公英根等，对改善白发脱发有帮助哦。寿命短的男人一般有3个陋习，想长寿尽早都改掉。第一个，烟酒成瘾。对于男性来说，抽烟喝酒是常事，大家都知道烟酒对身体的伤害。如果长期吸烟喝酒，势必会对肝脏和肾脏造成损伤，所以男性朋友最好能够戒烟戒酒，这样相对来说身体会更健康，更容易长寿。第二个，经常熬夜。很多男性朋友都喜欢熬夜，甚至有些人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。那经常熬夜，睡眠不足，这样会使男性内分泌紊乱，抵抗力下降，给身体造成伤害。所以经常熬夜是不利于长寿的，建议大家改掉这个坏习惯。第3个，不倾诉宣泄。因为现在男性大多压力都比较大，而当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时，也很少找人倾诉宣泄，这样时间长了会对身心都造成伤害。所以男性朋友要学会释放压力，多与人交流，这样对长寿才有帮助。上面的这3个坏习惯，男性朋友如果都有的话，希望你尽量改改，这样长寿才会。短的男性睡觉前通常爱做3件事，若改掉1个都增寿。第一件事，睡觉前暴饮暴食。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很多男性到了晚上会通过吃东西来缓解压力。若是睡觉前养成暴饮暴食的习惯，很容易使身体肥胖，诱发各种疾病，对健康不利，这样也很难长寿。第二件事，睡觉前生气。男性朋友要注意，晚上睡觉前不要带气入睡，要不然会影响睡眠质量，导致内分泌失调，对健康产生影响，长寿也会远离你。第3件事，睡觉前吸烟。相信现在没有几个男人是不抽烟的，很多男性会通过吸烟来缓解压力，尤其是晚上睡觉前喜欢抽一根。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做，因为香烟中含有很多有害物质，会导致大脑神经兴奋，影响睡眠，对身体各个器官造成伤害，对寿命也有一定影响。现在的男性因为工作和家庭的压力，很多人身体都处于亚健康的状态，所以大家更应该要注意生活中的一些坏习惯，只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这样才会增寿哦。命短的人身上会有3处变黑，若你都没有，恭喜你长寿。第一处，肺部。经常吸烟的人，因为香烟中含有很多毒素，所以时间长了，肺部会慢慢变黑，出现很多肺部疾病，这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影响，也不利于长寿。所以长期吸烟的朋友应该尽早戒烟，平时多吃清肺食物，对肺部健康有帮助。第二处，脸色。如果经过长时间的日晒，皮肤可能会变黑，但如果不是脸色变黑了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肝血亏虚引起的，最好到医院检查一下，不然对寿命也会产生影响。第3处，脖子。如果脖子后面变黑有褶皱，而且怎么洗也洗不干净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。平时要多注意控制血糖，少吃含糖分多的食物，多运动。若你要出现上面这3种情况，最好及时的调养。若没有，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长寿。日常生活中做好饮食和作息规律，有一个好的心态，这样身体健康了，长寿自然也就离你很近了。给长辈过生日时啊，都会说寿比南山啊，延年益寿啊，长命百岁啊等等，这都代表着我们美好的祝愿，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健康长寿。
但是啊，决定人能不能长寿的因素却有很多。今天木子要跟大家说的是，可以通过手来判断一下自己身体状况。一，正常指甲都是坚硬光滑的，如果你也是，表明身体状况还算可以。但如果出现竖纹或者是很容易折断，这可能是衰老的一个表现，希望你没有。二，看一下手掌干区，如果没有出现偏青色，颜色呢正常，说明身体还算健康。但如果有偏青色的情况，可能是肝气郁结引起的。三，最后观察一下手掌中间，如果没有出现白色斑点，说明身体正常；如果出现了，那可能就是脾胃不好的表现。那上面的这3个异常，如果你都没有的话，那相对来说可能容易长寿哦。木子你教啥了？你在那看啥呢？我看看我能不能长寿啊？那咋看呀？这能看出来吗？其实寿命长的人呢，脚上可能会有3个特征哦，快看看你有没有吧。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脚指甲，如果脚指甲红润饱满有光泽，说明你气血充足，身体挺健康的，可能会长寿哦。那再来看一下脚底，脚底如果也红润有光泽，没有发黄发白那你身体也不错哟。最后呢，看一下脚的温度，如果1年4季你的脚都是温暖的，说明呢你气血也比较充足，血液循环也好，也可能会长寿哦。那我回家也得看看呢。那不知道你们符不符合呢？赶快看看吧。话不多，寿命长的人身上这2个地方不易发黄，如果你也是，更易长寿。第一个地方，手指。手指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那正常的手指应该是红润有光泽的，但如果发现手指出现发黄的情况，就要引起重视了，可能是长期营养不足，或者是长期吸烟导致的。如果出现这种异常，可能是健康出现了问题，大家最好及时调理，不然对寿命会造成影响。第二个地方，脸色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脸色也应该是非常红润有光泽的。但如果脸色出现发黄的情况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因为气血不畅、脾胃虚弱引起的。还有一种可能是肝脏出现了问题。如果除了脸色发黄，眼睛或者全身都发黄，就要及时进行检查了。若没有这种情况出现，说明身体还算健康。所以上面这2个异常，大家要引起重视。想要长寿，我们还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，平时少烟酒、少熬夜，注意饮食均衡，多运动，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，这样长寿也会向你靠近。大家都知道走路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，有人说通过走路的快慢可以看出寿命的长短，那这种说法到底对不对呢？其实走路和我们身体机能有很大关系，比如骨骼、肌肉、呼吸系统、神经系统等等。如果中老年人走路快而且很稳的话，说明寿命会比较长，身体的机能也比较健康。但是呢，想要长寿不单单取决于走路，还和下面这3点有关。第一点，心态。心态的好坏和长寿也有很大关系。如果每天都能够有一个乐观的心态，保持好的心情，那么身体状态也会非常好，这样的人会少生病，更容易长寿。第二点，睡眠。如果长期失眠，睡眠质量差，那么身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也会下降，时间长了，疾病就会找上门。而每天都能保持好的睡眠，这样也可以提高身体的健康水平，人也更容易长寿。第3点，饮食。饮食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如果在饮食上能够保持清淡，每天保证有规律的饮食，那么对延长寿命也是有非常大帮助的。我们每天都在走路，可想而知双腿对我们的重要性。腿是交通要道，腿上有很多穴位和经络，维护着气血的运行。而衰老都是从腿开始的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养双腿。下面教大家2个小动作，有助畅通气血，保养双腿。动作1，坐在床上或者垫子上，2腿向前伸直并拢，然后身体向前弯，用双手去扳2脚的脚趾，每次20下。
这个动作可以锻炼脚力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对保养双腿有很好的效果。动作2，自然站立，双腿并拢，双腿膝盖微微弯曲，将双手放在两腿的膝盖上，然后前后左右的转动膝盖，先向左转动，再向右转动，这样反复做20次，每天可以多做几次。那这个动作可以帮助畅通气血，疏通经络，对缓解膝关节疼痛、保养膝盖都有很好的效果。膝盖不好的朋友可以经常做一下上面这2个小动作，平时再注意膝盖保暖，这样膝盖才会越来越好。大家不妨试试吧，希望可以帮助到你哦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